PCH-191大口径火箭炮大规模入役，中国陆军合成旅火力开挂，这是越来越不讲武德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德小飞。一说炮兵呢，大家都觉得全世界各国里边解放军的炮兵厉害，那还真是啊。就是我见过的这个哥们儿里边呢，就是对各军兵种比较挑剔、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哥们儿，他一说到解放军炮兵的时候，他就讲哦，我们炮兵那真是独步天下，作战体系最完整，信息化发展的最快，平时训练和战术水平也最高。那还真就是中国炮兵，真是比全世界炮兵来讲都要压人一头。而且一说到中国炮兵的远程打击能力呢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远火。我们过去说的03型那个300毫米远火嘛，一说远火覆盖着多少公里的目标，大伙都觉得很自豪。前年呢，大阅兵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阅兵队伍中呢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口径的火箭炮。这几天呢，关于这种火箭炮的报道又来了一轮。我一瞧啊，就是提到了南方几支部队、几个旅都开始装备这种火箭炮了。这个191型火箭炮跟我们过去的03火箭炮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？是它可以携带多种弹药。03是什么？是03是基于俄罗斯龙卷风引进以后我们发展出来的火箭炮，就是300毫米一种弹药。191不同，191是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的，它这个思维呢有点类似美国那个当年的 M270，或者是现在美国那个海马斯系统嘛，就是一种火箭炮啊，通过一个炮车嘛，可以通过更换这个导向管，就是这个火箭炮炮管，可以发射不同口径弹药。弹药口径不一样，那射程也不一样啊。一般报道说我们这个191火箭炮可以使用300毫米口径的，还有370毫米口径的制导火箭弹。划重点啊，这可是制导火箭弹啊。你看过去前苏联那个122毫米的冰雹火箭炮，当时算准的了，那个散布是射程的1/4，就是我飞出去40公里，那偏差就是100米嘛。我们现在的火箭弹呢，飞出去上百公里、100公里、200公里，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个靶场的镜头啊，它的散布都是在米级。就是你飞出去上百公里，我的落点跟我的靶标也就差个几米、2米、3米，就是水平。而且它的射程呢，最大按照一些估计啊，能够超过400公里。也就是说，陆军一个合成旅的打击纵深，比过去一个师、比一个军、比一个集团军都强。就是你想，过去我们哪想得到一个集团军的火力能够打出400公里那么多距离呢？说到这个距离呢，下边请大家拿出中国地图量一下台湾海峡。而且呢，191这个能力啊，新闻里边应该没有充分的介绍。就是我们看到191的同类出口产品倒是介绍过，就是珠海航展上我们见过那个 AR3火箭炮。AR3火箭炮呢，跟着我们的191一样，都是能够发射300毫米、370毫米火箭弹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公开报道是，它还能够发射火龙480战术地对地导弹，还有天龙7B反舰导弹。也就是说，这一门火箭炮除了对地之外，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充当岸舰导弹，可以作为反舰火力使用啊。而这个火龙480呢是出口型号，所以射程被限制了，在300公里以内。如果同样的战术导弹是自己使用型号的话，那恐怕这个射程不受限制，就远远不止300公里了。所以这一系列弹药，不管是480也好，还是我们说的这个370也好，还是这个300毫米各种弹药，这些自用型号如果都配备到了解放军手里，那么191火箭炮的齐射打击能力，对方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。大量火箭炮一个齐射，多少弹药过去啊？这种开火的密度，你台湾是别指望能够用铁穹之类的东西进行拦截。而且呢，这些制导的或者是无制导的火箭弹，便宜吧？很便宜啊！只要发射出来，台湾就必须琢磨你拦还是不拦。如果台湾愿意用2到3枚爱国者，或者是2到3枚天宫2、天宫3拦截我们一枚300毫米火箭弹，那我是没什么意见。反正比这种消耗，比钱我们不亏。而且呢，台湾这些防空阵地啊，一旦开火暴露，就会遭遇反辐射导弹的打击。而且就算没有被打击，你把弹药用完了，你把这些什么天宫啊，你把这个爱国者用完了，你怎么拦截我们后边的各种战术导弹和飞机呢？如果你不想拦，想节省弹药，那也没关系。反正我们这些300毫米的、370毫米的火箭弹，穿透力、爆炸威力也相当狠。我们看过照片吗？如果这么一个弹头，300毫米弹头砸在台湾这些机场跑道上，那个弹坑起码1人多深，你台湾拦或者不拦都很难受。反正呢，解放军这个火力缺乏综合症啊，目前看来是无论如何都好不了了。我们这边天天琢磨着治这个病，药是不能停。然后呢，我们天天要服药治这个火力缺乏综合症，肯定会有副作用。只不过这些副作用早晚是体现在海峡对面某些人身上了。好，关于解放军的191型火箭炮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
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